如果一段關係沒有你想象的越處越好，你是不是會覺得一定哪裡出了問題？於是你開始反思、焦慮，甚至反覆去修補它。可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個看似殘酷，實則解脫的真相。在這個世界上，其實沒有一種關係是越處越好的。不管是夫妻、朋友、同事，甚至是我們最親最近的父母子女，關係都會有一個高峰期，然後慢慢的就開始走下坡路了。這聽起來是不是有點悲觀？但是如果從因果的角度去看，你就會明白，這恰恰是最真實的人生面貌。大般涅槃經裡有一句話叫諸行無常，是生滅法。什麼意思呢？就是說，這個世界上一切的事物，只要它是因緣和合而生的，那麼它必然會有生、住、異、滅這4個階段。關係也是一樣的，父母子女之間的緣分也是一種因緣和合，它會升起，會駐留一段時間，然後會異變，最後會滅去。這不是說親情會消失，而是說這份關係存在的狀態會不斷的變化，它不可能永遠停留在最好的那個點上。很多人會覺得這話說得太冷了吧？父母子女之間怎麼能用生滅這種詞來形容呢？但是我想告訴大家，正是因為我們不願意承認這一點，才會在關係出現裂痕的時候感到那麼痛苦，那麼不知所措。如果我們能提早明白这個道理，反而會活得更加自在，關係也會處理得更好。近代高僧弘一法師有一句華之春滿，天心月圓，這8個字看似是在描摹人間盛景，實則藏着對世間萬物最深的洞察。花開到最繁盛的時候，便會走向凋零；月亮走到最圓滿的時候，便會開始虧缺。世間所有因緣和合的事物，都逃不過盛極必衰的自然規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亦沒有例外。我們總默認血脈親情是世間的特例，該永遠滾燙，永遠親密無間，可恩重如山，也抵不過因緣流變，朝夕相伴，也逃不過世事遷移。關係走到頂峰之後慢慢轉淡，從來不是誰的過錯，也不是情分消失了，而是天地萬物本來的樣子。今天我要告訴大家的，正是這份藏在日常親情裡的修行智慧。真正的珍惜，從來不是強行留住最盛的光景，而是懂得在不同的時節，看見和接納關係不同的樣貌。對待父母子女如此，對待世間所有關係，皆是如此。這支影片，我希望你能耐心地聽到最後，因為它可能會改變你跟父母、跟孩子之間的相處方式。在我們正式開始今天的內容之前，我想邀請大家在評論區留下一句祝福的話：因緣無常，願你安樂。這個小小的動作，其實就是在為你自己，也為這段關係種下一個善的因緣。好，我們現在就走進這個故事。這個故事要從一座叫清水鎮的小鎮說起。主人公是一位叫阿福的老茶農。阿福年輕的時候是鎮上出了名的勤快人。他20歲的時候娶了同村的姑娘阿月，兩人靠着一塊祖傳的茶園開始了他們的生活。第1年，阿月生下了大兒子，取名叫修言。第3年生下了女兒西西。第6年生下了小兒子小山。這3個孩子的童年是阿福這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每天清晨，阿福都會帶着3個孩子去茶園，教他們認茶葉、採茶、曬茶。修言是老大，從小就懂事，常常幫着照顧弟弟妹妹。西西活潑可愛，嘴巴特別甜，見到誰都喊阿爹阿爹。阿福抱着他，心裡像是裝了蜜一樣甜。小山是老來子，從小體弱，阿福對他格外疼愛。那個時候這一家人的關係真的可以說是親密無間。每天晚上，一家5口圍在一張矮桌前吃飯，
阿福會講他年輕時候的故事，孩子們聽得津津有味。阿月會一邊納鞋底，一邊笑着看着這一切。如果你問阿福，這一生最幸福的時刻是什麼時候，他一定會說，就是孩子們還小的那些年。但是時間是不會停留的。孩子們漸漸長大了。修言15歲那年，鎮上來了一位雲遊的僧人，在村口的老榕樹下歇腳。修言每天放學都會去找這位僧人聊天。僧人見他聰慧，便教他識字讀經。修言漸漸對外面的世界產生了向往。他對阿福說：“阿爹，我想去城裡讀書，我不想一輩子守着這片茶園。”阿福聽了，心裡五味雜陳。他沒有反對，只是默默地把家裡僅有的一點積蓄都給了修言，送他去了城裡的學堂。臨走那天，阿福站在村口的老榕樹下，看着修言漸漸消失的背影，他的內心是不捨的。修言走後，家裡的關係開始悄悄發生變化。西西16歲的時候，跟村裡一個外來的木匠的兒子談起了戀愛。阿月一開始是反對的，覺得那家人不靠譜，但西西性子倔，跟阿月大吵了一架，說了很多傷人的話，大意是說父母老古板，根本不理解他。那次爭吵之後，西西雖然還住在家裡，但和阿月之間明顯有了一道看不見的牆。小山呢，因為從小體弱，阿福夫婦對他特別寵愛，什麼事情都依着他。可是小山長大之後變得有些懶散，什麼活都不願意幹，總覺得家裡人應該照顧他。阿福偶爾說他幾句，小山就會摔門而出，一連幾天不回家。你看，這一家人在孩子們還小的時候，關係是那麼的親密，那麼的溫暖。可是隨着孩子們一個個長大，有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人生，這份關係反而開始出現了裂縫。這是不是很奇怪？明明是同一群人，血脈相連，為什麼關係反而不如從前了？時間一晃，過去了20多年。修言在城裡讀了書，後來在一家商號裡做了賬房，娶妻生子，在城裡安了家。一開始，他每年都會回鄉下看看父母，帶些城裡的點心。但漸漸的，生意越來越忙，回家的次數越來越少。有一年過年，他甚至打電報回來說生意上有事兒，今年不回去了。阿福拿着那張電報在油燈下坐了很久，什麼話也沒說。西西呢，和那個木匠的兒子最終還是結了婚，搬到了鄰鎮。婚後她的日子並不順心，丈夫嗜酒，常常喝醉了打她。西西受了委屈，有時候想回娘家訴苦，但一想到當年和阿月吵架時說的那些話，心裡就覺得不好意思，覺得沒臉回去。就這樣，西西和娘家的聯繫也越來越少。小山是留在家裡的，但他和阿福之間的關係也並沒有因此變得更親密。相反，因為長期生活在一起，小山覺得阿福管得太多，阿福覺得小山什麼都不懂事。兩人3天2頭就要拌嘴，有時候為了一件雞毛蒜皮的小事能冷戰好幾天。阿月在小山30歲那年因病去世了。臨終前，阿月拉着阿福的手說：“我這一輩子最遺憾的就是沒能把孩子們一個一個都留在身邊。”阿福握着妻子漸漸冰冷的手，望着窗外的茶園，心裡第一次認真地去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傾盡所有去愛孩子，最後卻好像把他們一個個都推遠了？阿月去世之後，3個孩子都回來了。葬禮上，修言穿着城裡時髦的西裝，西西帶着2個孩子，小山忙前忙後地操持着各種事務。3個人坐在一起的時候，氣氛卻異常的尷尬。修言問西西過得怎麼樣，西西只是淡淡地說還行。小山想找修言借點錢周轉一下生意，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葬禮結束後，3個人各自回到了自己的生活。臨走前，誰也沒有提以後多回來看看阿爹這樣的話。阿福一個人住在老屋裡，守着那片茶園。日子一天天過去，
他漸漸的老了，頭髮全白了，背也佝偻了。鎮上的人都說，阿福家以前那麼熱鬧，現在卻變成了一個孤寡老人，真是可惜呀。但是阿福自己心裡卻並沒有外人想象的那麼悲苦。每天清晨，他還是會去茶園裡走一走，看着那些他親手種下、親手培育的茶樹，一年一年的生長、開花、結果，然後又一年一年的經歷枯榮。他漸漸發現，這些茶樹的命運和他和孩子們之間的關係竟然有着某種相似之處。有一年的清明節，那位當年在老榕樹下教修言讀書的僧人雲遊歸來，又經過了清水鎮，他已經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和尚了。他聽說了阿福家的事情，特意來老屋看望阿福。兩位老人坐在茶園邊上，一邊喝茶一邊聊天。阿福把自己心裡的困惑說了出來：師父啊，我這一輩子從來沒有虧待過我的孩子們，小時候他們一個個都那麼孝順，那麼貼心，可是現在他們都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跟我這個老父親卻越來越疏遠了。這是為什麼呢？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老和尚沒有直接回答，只是端起茶杯慢慢地喝了一口茶，然後說：阿福啊，你看你这片茶園種了多少年了？阿福說：差不多50年了。老和尚又問：這50年裡，茶樹是不是每一年都長得一樣？阿福搖搖頭：不一樣的，有的年份雨水多，茶樹長得旺；有的年份天氣乾旱，茶樹長得就差；還有的茶樹長到一定年份就開始衰老，產量一年不如一年，最後得砍掉重新種。老和尚說：那你會不會因為某一棵茶樹這一年長得不如去年好，就覺得這棵茶樹壞了，不行了，然後傷心難過呢？阿福愣了一下說：不會啊，這是自然的規律，茶樹有自己的生長週期，這是沒法強求的。老和尚笑了笑說：那你為什麼會因為你和孩子們之間的關係這些年不如從前親密，就覺得是出了什麼問題？是不是有人做錯了什麼呢？這句話像一道閃電劈進了阿福的心裡，他從來沒有從這個角度去想過這件事兒。他一直以為關係應該是越處越好的，如果不是這樣，那一定是哪裡出了問題，是孩子們變心了，還是自己當年某件事做錯了？但是老和尚的這個比喻卻讓他看到了一種全新的可能性。也許關係本身就和茶樹一樣，有它自己的生長週期，它會有最旺盛的時候，也會有漸漸衰退的時候。這並不是因為誰做錯了什麼，而是事物本來的樣子。阿福望着眼前這片茶園，陷入了長久的沉默。他想起了修言小时候追着他跑的樣子，想起了西西甜甜的喊阿爹的聲音，想起了小山趴在他背上睡着的小臉蛋兒。這些畫面曾經那麼真實地存在過，而現在他們都已經成為了記憶裡的一部分。這些記憶會不會因為現在的疏離就變得不真實了呢？老和尚看出了阿福的心思，繼續說道：阿福啊，這世間的關係其實就跟這茶葉一樣，新茶最是清香，泡第一道的時候味道最濃最鮮，可是你不能因為第二道第三道的茶味道淡了一些就說這茶不好了，或者覺得這茶變壞了，它只是在呈現它本來的樣子而已。父母子女之間的關係也是一樣的道理，在孩子年幼的時候，這份關係處在它最濃的階段，孩子需要依賴父母，父母也全心全意地照顧孩子。這個時候的親密其實是一種需求造成的親密。等到孩子長大了，有了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判斷、自己的人生方向，這份需求自然就會減少，關係也會隨之變淡。這不是誰的錯，這是因緣流轉的必然結果。阿福聽到這裡，忽然覺得心裡某個緊繃了很多年的地方鬆開了一點點。他問老和尚：那我和孩子們之間
就真的沒有辦法變得更好了嗎？老和尚搖搖頭說，我沒有說沒有辦法變好，我說的是關係不會朝着同一個方向越處越好，它會有起伏，會有高低，會有濃淡，這是它的本質。但是如果你能看清楚這個本質，反而能在每一個當下去珍惜這份關係此刻呈現出來的樣子，不管這個樣子是濃是淡。這次談話之後不久，發生了一件事。阿福在茶園裡幹活的時候突然暈倒了，被鎮上的人送到了醫院，醫生說是中風，情況不太樂觀。鎮上的人趕緊給3個孩子都送去了消息。這一次會發生什麼呢？3個孩子會做出怎樣的反應？這個故事的結局我放到了影片的後面。現在先讓我們一起從佛學和哲学的角度去深入地剖析今天的主題。為什麼沒有一種關係是越處越好的？首先，我們要理解一個佛教裡非常核心的概念，叫做緣起。佛陀在菩提樹下證悟的內容，核心就是緣起法。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意思是說，世間一切的現象都不是獨立存在的，都是因为各種條件聚合在一起，才呈現出某種相。這個相會隨着條件的變化而變化，條件聚合時它就顯現，條件離散時它就消失。那麼關係是什麼呢？關係本質上就是一種緣起的現象。父母子女之間的關係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東西，而是由無數個條件共同構成的一種狀態。這些條件包括孩子的年齡、需求、性格、所處的人生階段、父母的經歷、心境、期待，還有外部環境，比如距離的遠近、生活的忙閒、經濟狀況的變化等等。當孩子很小的時候，有一個特別重要的條件，就是依賴。孩子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極度依賴父母，這種依賴會自然而然地創造出一種親密感。父母覺得自己被需要，孩子覺得自己被照顧，雙方都從這種關係中獲得了一種情感上的滿足。這就是為什麼大多數人回憶起童年時和父母的關係，都會覺得是最好的時候。但是這個依賴這個條件本身就是會變化的，孩子總要長大，總要發展出自己獨立的人格、獨立的判斷、獨立的生活能力。當依賴這個條件逐漸減弱，甚至消失的時候，原來建立在依賴之上的那種親密感，自然也會隨之減弱。這不是因為愛減少了，而是因為構成那種親密感的條件本身發生了變化。這就引出了佛教裡另一個重要的概念，12因緣中的愛、取、有。佛陀講12因緣，是為了說明眾生為什麼會在生死輪迴中受苦。其中愛是指對於某種感受、某種狀態的貪愛執着，取是指因為這種貪愛而產生的抓取的行為，有則是因為這種抓取而形成的一種存在狀態，也就是新的業的產生。我們可以把這個原理用在對關係的理解上。當我們經歷過一段美好的親密的關係狀態之後，我們的心會對那種狀態產生貪愛。我們會想，這種感覺真好，我希望它能一直這樣下去，這就是愛。然後我們會開始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去抓取這種狀態，去試圖讓它延續下去。比如父母會試圖用各種方式去維持孩子小時候那種依賴和親密，哪怕孩子已經長大了，父母還是希望孩子能像小時候一樣，什麼事都聽自己的，什麼事都跟自己說，這就是取。而當孩子的成長和這種抓取產生衝突的時候，矛盾、摩擦甚至傷害就這樣產生了。這就是有新的業的形成，新的因果循環的開始。所以你看，關係惡化的根源往往不是因為愛的消失，而恰恰是因為愛
更準確地說，是因為對於過去那種狀態的貪愛和執着，我們捨不得放下曾經的美好，於是我們用力地想要抓住它，但是事物本身已經在變化了，我們抓得越緊，反而摩擦越大，關係反而越疏離。這裡我想再引入一個概念，叫做我執。佛教講無我，是說我們所執着的那個我，那個我覺得，我希望，我認為應該如此的我，其實是一種虛妄的執着，並不是真實不變的存在。在父母子女的關係中，這種我執會以一種特別隱蔽的方式表現出來，它會偽裝成愛和關心。比如一位母親對成年的孩子說：“我這麼做都是為你好。”這句話背後藏着的是什麼呢？藏着的是一種我認為什麼是好的判斷，以及我希望你按照我認為好的方式去生活的期待。這種期待如果孩子能夠滿足，母親就會感到滿足，感到關係是好的。如果孩子不能滿足，或者選擇了不同的道路，母親就會感到失落，感到被辜負了，關係就會出現裂痕。但是這種期待本質上是什麼呢？它是我執的一種延伸，把我對於好的人生應該是什麼樣子的認知投射到了另一個獨立的生命個體身上。而孩子作為一個獨立的有着自己因缘業力的個體，他的人生軌跡必然不會完全等同於父母的期待，這種期待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就成為了關係摩擦的源頭。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理解，父母子女之間的關係從最好到漸漸疏離的過程，並不是一個變壞的過程，而是一個真相逐漸顯現的過程。在孩子小的時候，因為孩子的自我還沒有完全發展出來，父母的期待和孩子的现實之間差距是比較小的，孩子基本上是按照父母的期待在生活的。但隨着孩子長大，他的自我逐漸成型，他開始有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選擇。這個時候，父母的期待和孩子的現實之間的差距就會逐漸顯現出來。這種差距所帶來的摩擦被我們體驗為關係變差了，但實際上，這種摩擦恰恰是一種真實的呈現。孩子作為一個獨立的生命，他真實的樣子開始顯現出來了。如果我們能夠換一個角度去看，這其實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你的孩子正在成為一個真正獨立的、完整的人。我還想跟大家分享一個現實生活中的例子。我曾經接觸過一位長輩，他跟我說，他和他女兒之間有一段時間幾乎到了老死不相往來的地步。原因是什麼呢？是因為女兒大學畢業之後選擇了一個母親完全不認可的職業方向，而且堅持要和一個母親不喜歡的對象結婚。這位母親跟我說，我從小把她當成寶貝一樣養，什麼好的都給她，為什麼她長大了反而處處跟我對着幹？我當時問了她一個問題，您說的好是按照誰的標準來定義的呢？這位母親愣了一下，說，按照我自己的標準吧。我覺得穩定的工作，門當戶對的婚姻，這就是好的人生。我說，那您有沒有想過，您女兒心裡對於好的人生的定義可能和您是不一樣的？她想了很久，說，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我一直覺得我給她的就是最好的，她應該感恩，應該聽話。你看，這就是我執在親情關係中的典型表現，把我認為的好等同於客觀上的好，並且期待對方按照這個標準來回應自己。這種期待本質上是一種控制，儘管這種控制是用愛的名義包裝起來的。而當對方不能滿足這種期待的時候，失落、憤怒、受傷的感覺就會湧現出來，關係也就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變得緊張、疏離。那麼我們要如何理解關係的本質是流動的這一點呢？佛教裡有一個非常美的比喻，叫做如水中月。月亮本身是恆常存在的，但是它在水中的影子會隨着水面的波動而變化。水平靜的時候，月影清晰；水波動的時候，
月影破碎，烏雲遮蔽的時候，月影甚至會消失不見。但即便如此，月亮本身從來都沒有真正的消失過。關係也是一樣的，愛這個東西本身可能是恆常存在的，但是關係作為這種愛在現實生活中的呈現方式，會隨着無數的條件、年齡、距離、生活狀態、心境的變化而呈現出不同的樣貌。有時候它清晰濃烈，有時候它模糊淡薄，但這並不意味着愛本身消失了，只是它當下呈現的像和我們記憶中的像不一樣了。如果我們執着於要讓關係永遠停留在某一種像上，比如永遠停留在孩子小時候那種親密無間的狀態，那麼我們注定會經歷持續的失落和痛苦，因為這違背了無常這個最基本的真相。但是如果我們能夠理解關係是流動的，理解每一個階段的關係都有它應該呈現出來的樣子，那麼我們就能夠在每一個當下去如實的、不帶評判的去接納和體驗這份關係，不管它呈現出來的是濃是淡，是近是遠。講到這裡，我想大家心裡可能會產生一個疑問，既然關係是流動的，是會疏離的，那我們是不是就應該放棄努力了呢？是不是就應該消極的、被動的去接受關係的疏離呢？當然不是。接下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真正能夠運用在日常生活中的智慧。這些智慧不是教我們放棄關係，而是教我們用一種全新的方式去經營關係，去面對關係中的變化。剛才我們花了很長的篇幅去解析關係不會越處越好這個現象背後的佛理根源。現在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真正可以落地，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運用的智慧，也就是我們應該如何修，才能真正的從這種認知裡獲得解脫和自在。第一點，我想分享的是以無所得心，行有所為之事。這句話聽起來有點抽象，我用大白話給大家解釋一下。無所得心就是不抱着我做了這些就一定要得到什麼回報的心態。有所為之事就是該做的事情還是要去做。放在父母子女的關係裡，這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父母對孩子的付出、養育、教導，這些事情本身就是值得做的事情，是基於愛和責任而自然產生的行為。但是我們不應該把這些付出當作一種投資，期待將來一定要換來某種特定的回報，比如期待孩子長大後一定要按照自己期望的方式來孝順，一定要經常陪伴，一定要聽話順從。同樣的，作為子女，我們對父母的關心和陪伴也應該是基於此刻我願意這樣做的發心，而不是基於我欠他們的，我必須這樣做的負擔感，或者我做了這些，他們就應該滿意的期待。當我們能夠把付出和回報這兩件事情在心裡解綁開來的時候，我們就不會再因為對方沒有按照我期待的方式回應我而感到受傷、憤怒或者失落。這並不是說我們就不在乎对方了，而是說我們的在乎變成了一種更純粹、更自由的狀態，它不再是一種交易，而是一種自然的流露。第二點，我想分享的是覺知當下的相，而不只取過去的相。我們前面講到，關係就像水中月影，會隨着條件的變化而呈現出不同的樣子。修行的智慧就在於，當我們和父母和子女相處的時候，要盡量的看見對方此刻真實的樣子，而不是用過去的記憶或者未來的期待去覆蓋、去替代這個當下的真實。舉個例子，很多父母在和已經成年的孩子相處時，內心深處其實還是把對方當作那個需要被照顧的小孩來對待，會忍不住的嘮叨、叮囑，
擔心，甚至在孩子已經有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業之後，還是會用對待孩子的方式去對待這個大人。這種用過去的像去覆蓋當下的像的做法，往往會讓成年的子女感到不被尊重、不被信任，從而產生抗拒和疏離。同樣的，很多子女在面對年邁的父母時，內心深處可能還停留在小時候那種父母無所不能、永遠正確的印象裡。所以，當父母表現出衰老、脆弱，甚至犯錯的一面時，子女會感到難以接受，甚至會用一種“你怎麼變成這樣了”的態度去面對父母。這同樣會給父母帶來傷害。修行的第一步，就是練習看見當下，看見眼前這個人，他現在是什麼狀態，有什麼需求，處在人生的哪個階段，而不是被自己內心固有的印象和期待所遮蔽。這種看見本身就是一種慈悲。第三點，我想分享一個具體的修行方法，叫做慈悲觀中的願他安樂。當我們在關係中，因為對方沒有按照我們的期待去行動而感到痛苦的時候，我們可以試着在心裡默默的、真誠的升起這樣一個念頭：願他能夠過上他真正想要的，能讓他感到安樂的生活。這句話聽起來簡單，但是它的力量是巨大的，因為這句話的核心是把對方的安樂作為出發點，而不是對方是否滿足了我的期待。當我們能夠真心的這樣去想的時候，我們對關係的控制欲會逐漸的鬆開。我們會發現，即使對方選擇的道路和我們期待的不一樣，只要那是能讓他真正感到安樂的道路，我們的心也能夠獲得一種平靜，因為我們真正在乎的是他好不好，而不是他是否符合我。第四點，關於關係疏離時的不痛苦。很多人會問，如果父母子女之間的關係確實已經變得疏遠了，聯繫少了，感情淡了，我們要怎麼去面對這種現實而不感到痛苦呢？我想說的是，疏離不等於斷裂或者消失。就像我們前面講到的水中月，即便水面波動，月影破碎，月亮本身依然在那裡，從未離開。父母子女之間的緣，這份緣本身也是不會因為聯繫的減少而消失的，它會以另一種方式繼續存在着，可能是一份不需要言語的牽掛，可能是在某個特殊的時刻自然湧起的一份關懷。修行並不是要我們去制造出更多的聯繫、更多的互動，來證明這份關係還很好。修行是讓我們能夠安住在這份關係當下的狀態裡，不強求它變成另一種狀態，同時也不否定這份緣本身的存在和價值。這種安住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解脫。最後，我想給大家一個非常具體的小練習。下一次，當你和父母或者子女相處，內心又開始升起為什麼我們的關係不再像從前那樣親密了這樣的念頭時，試着停下來，做一次深呼吸，然後在心裡問自己一個問題：此刻我能為這份關係做點什麼讓它此刻更美好的事情，而不去想它應該變成什麼樣子。也許答案会是給對方倒一杯茶，認真聽對方說完一句話，或者只是安靜地陪着對方坐一會兒。這些看似微小的行為，其實就是活在當下，在關係中最真實的體現。講到這裡，我想把前面故事的結局告訴大家。阿福中風住院之後，3個孩子都趕回來了。修言從城裡趕了一夜的路，西西帶着孩子也趕了過來。小山一直守在病床邊。在阿福昏迷的那幾天裡，3個孩子第一次在沒有外人的情況下，真正的坐在一起，聊了很多很多關於小時候的事兒，關於這些年各自的生活，關於他們對阿福的記憶和感情。修言說出了自己當年沒有常回家的原因。他一直覺得自己當年選擇離開茶園去城裡是一種背叛，他怕回到家裡面對阿福的時候會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羞愧，
西西也終於說出了她婚姻裡的那些苦楚，以及當年和母親吵架之後那份沒臉回家的心結。小珊則第一次承認，她這些年的懶散，其實是因為她從小被照顧慣了，內心裡一直沒有真正長大。直到這一刻，她才意識到，她從來沒有真正的去照顧過這個家。阿福最終醒了過來，雖然身體留下了一些後遺症，但是意識清楚。在病床邊，他看着3個圍在身邊的孩子，什麼大道理也沒有講，只是說了一句：“你們都回來了，真好。”這句話沒有責備，沒有期待，沒有你們應該多陪陪我這樣的暗示，只是一句最簡單、最樸素的對於當下的接納和欣喜。而這就是這個故事裡藏着的秘密。不是關係如何才能恢復到從前最好的樣子，而是當我們能夠放下它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執念，我們才能真正的看見、感受到關係此刻所呈現出來的真實的樣子，哪怕這個樣子和記憶裡的、和期待中的都不一樣，它依然是珍貴的、值得珍惜的。朋友們，我們今天聊了這麼多，從諸行無常講到緣起12支，從我只講到慈悲觀，最終我想用一句話來總結今天的核心：關係的意義從來都不在於它能不能越處越好，而在於我們是否能夠在每一個當下如實的去面對它、感受它、珍惜它。那麼我也想留給大家一個問題，帶回去慢慢思考。如果你能夠放下我們的關係應該越來越好這個執念，你會用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去和你的父母、你的孩子度過你們之間剩下的每一個此刻呢？如果今天這期視頻讓你有一些觸動，或者讓你想到了自己和家人之間的某些故事，歡迎你在評論區裡跟我們分享，也請大家幫忙點個讚，讓更多的人能夠看到這份智慧。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所啟發，也歡迎轉發分享給你身邊正在經歷類似困惑的朋友，在評論區隨喜祝福，本身也是一種善的種子。願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在自己的關係裡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份安然與自在。